在美元到账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立马改口称，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驻菲美军对台海有用，可有效应对解放军收复台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对待中美两国的态度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现在可谓是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两面人。年初访问我国，获得了我国数百亿的投资协议后，直接称菲律宾支持中国，会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合作和交流。但是回国之后，反手就和美国签订了协议，对美军开放了9大军事基地，并和美军举行了一场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在黄岩岛周边动用火炮加 F-35击沉了一艘靶船，目标直指中国。而在对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挑衅之后，年初访华获得的我国数百亿投资协议自然也得缓缓。所以在这时，马克思又站出来表示，菲律宾并不是在针对中国，菲律宾和中国有着几百上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不应该被这些小事破坏双方的关系。对美军开放军事基地也并不是为了介入台海，并且禁止这些在军事基地中的驻菲美军进行任何可能对中国造成威胁的行为，如集结兵力、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也就是说，这些基地并不会对我国带来任何的影响。不过，对于马克思的这个保证，我国可不会信。菲律宾3天2头的变卦，大家也都知道。果然，在马克思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允许美国进入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是一项防御性措施，在解放军收复台海发起进攻的时候有用。虽说马克思没有明说这个有用是什么用，但是除了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介入的台海冲突中去，难道还有其他用处吗？在这之前，菲律宾国内流传着一种言论，说是在台岛上有着菲律宾15万的务工人员，这些务工人员对菲律宾来说十分重要，是菲律宾十分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一旦未来发生台海冲突，菲律宾必须把这群人安全地撤出台岛才行。如果马克思说的有用，是指让驻菲美军帮菲律宾前往台岛，撤离那15万的菲律宾务工人员，那不就等于让美军介入到台海冲突中去吗？以菲律宾海军的实力，就算是把海警都加一块儿，也没那个能力撤走岛上15万的菲律宾民众。能做到这点的也就只有美军了。但美军怎么可能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在苏丹的上万名美国人，美国都懒得救，这在台岛上的菲律宾人，美国就更加懒得管了。而且撤离15万的民众可是一件大工程，没个几艘航母和大型军舰可装不下。在这时候，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9大军事基地就有用了。像在巴拉巴克海峡处的基地，可以直接让美军的航母编队开进来；而在卡加延省等几个距离台岛仅有几百公里的基地，则可以储备一些粮食，可以在撤离那些菲律宾民众的时候，能够保证有足够的食物吃。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对美军也有着很大的用处。借着撤离岛上15万菲律宾人为理由，美军直接把航母舰队开过来，而借口保障15万菲律宾人的食物，可以在卡加延省等几个基地上储备充足的弹药。只要等到台海冲突爆发，那么美军就能第一时间通过这些基地介入到台海。当然，即便是不撤离这岛上的15万菲律宾民众，美军同样能够有办法使用这些军事基地介入到台海中去。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什么水平，大家都心知肚明。开放了9大军事基地，等于是让上万甚至数万名美军进入其中，并且新的4大基地还是美军来修建。到了台海冲突的时候，即便是菲律宾想拦都拦不住。对于美军武力插手台海的决心，大家也能明白。拜登政府已经多次提出了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的口号。一旦解放军开启收台行动了，那么美军一定会利用在台岛周边的部署介入到其中，阻止解放军的收台行动。不然的话，美军花成百上千亿美元在台岛周边进行的部署，难道是为了做慈善搞基建不成？
在马克思的改口认为驻菲美军对台海有用的同时，美国还宣布了对菲律宾进行最少3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这投资一到位之后，马克思立马就改口称这些军事基地有用，美军可以使用这些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介入台海中，摆明了就是钱到位了，好说话了。像之前菲律宾和我国商讨着数百亿美元投资的时候，马克思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禁止美军使用这些军事基地介入到台海中去。如今面对美国开出的口头支票又改口，小心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没得到美国的投资，反而成为了美军介入台海的第一个炮灰。